随着全世界有许多的国家早就已经有登陆月球的任务之后，没想到亚洲韩国第一个月球的探测器正式登场，目前已经前往在月球的途中。这个探测器英文的名称非常的复杂，它的全名是 Danuri 这个字母所组成的，不过通常我们都称它为韩国月球轨道飞行器。其实这个 DANURI 的名字是有意义的，它由2个文字所组成。 Doll 在韩文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， Narita 这个韩文的意思是享受的意思，所以组合起来就是享受月球的意思。这个由南韩所主导的研发的一个绕行月球探测器，它的大小应该和一台小汽车差不多大，重量大概在678公斤左右，上面载着几个科学的仪器，这些科学仪器重达40公斤左右，包含了一个由 NASA 所带来的科学仪器，其他科学仪器都是由韩国制造的。当韩国月球轨道飞行器升空的时候，这也代表南韩是有能力探索月球的国家之一。在亚洲，这是第4个有能力探索月球的国家。在2022年8月5号的时候，韩国的月球探测器正式由美国的 SpaceX 的火箭发射升空，它预计在今年的12月左右会进入到月球的轨道。整个计划将会从明年的2月维持1年左右的时间。这时候你会不会觉得，为什么8月升空要到12月才会进到月球轨道呢？照理说，如果我们直接飞到月球，不是非常的快吗？其实这个月球探测器所利用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，我们称为弹道式月球转移轨道。这种方法会慢慢的抵达月球。以往我们都用火箭，可以很快速的抵达月球。火箭的方法速度很快，但是在成本上也贵上许多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第一次人类登上月球的太空计划阿波罗11号，也就是阿姆斯壮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次，在1969年的7月16号的时候，阿波罗11号升空，大概经过了3天的时间，在1969年的7月19号的时候，阿波罗11号就已经进入到月球的轨道了。简单来说，就算在50几年前，也只需要3天的时间左右。而这一次呢，为什么不用火箭呢？其实这一次南韩的探测器使用弹道式月球转移轨道的方式，它利用了地球、月球、太阳的引力，慢慢的在太空中漂移前往月球，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会到达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张图，当从地球发射以后，它会前往 L1 的拉格朗日点，然后才会利用重力在太空中加速。当到达了一定的加速程度以后，才会进到月球的轨道。这个方法比较省能量，而且比较耗费比较没有那么巨大。随着韩国月球的探测器慢慢的进入月球的轨道了以后，预计在12月16号的时候会正式进入到月球轨道，并且在调整的几个月以后，正式会在2023年的2月1号开始进行1年的月球任务，观察月球上的冰跟水跟适合降落的状况，或许还会探测出月球其他的东西。你有没有觉得月球上越来越热闹了呢？接下来在2025年的时候， NASA 预计还有一个计划，阿提米斯计划。阿提米斯计划简单的说就是重返月球计划。这个计划已经在准备中，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能带人重返月球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等着看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吧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。我们下次见，我们下次再聊聊其他议题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